仓促收官，40集只播11天，观众措手不及，像被硬生生从故事里拽出来。停播那天，许多人点开播放界面时，甚至愣住了几秒。他们以为是卡顿，以为是网络问题，直到看到已收官3个字，才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落。怎么突然就结束了？我连昨晚的剧情都还没回味完。这是一部被偷走了结尾的作品吧？40集的体量本该让观众慢慢沉浸，慢慢爱人设，沉浸故事，体验情绪。结果整部剧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按下加速键，从开播到结束，像一场高速列车，只给你11天，从头撞到尾。更离谱的是，开播到收官，全程几乎零宣发、零物料、零采访，连最基本的花絮都稀少得像濒危物种。有时候好不容易上一个热搜，还是带着黑词条的。观众无奈又心疼地说，求求你多给点黑热搜吧，至少能告诉大家这部剧存在过。听着荒诞，却刺痛无数追剧人的心。在如今的影视圈，作品若没有资源，没有宣传，就像沉在海底的光，亮，但没人看到。可就是这样一部被忽视的作品，在最后时刻却突然炸裂全网，靠的不是宣传，而是内容与角色本身的力量。收官之后，有人被看见，有人被忽略，演员命运的分叉点悄然形成。作品结束的那一刻，对演员来说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命运真正开始分层的时刻。有人凭借角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，有人整部剧憋着劲却得不到发挥，也有人莫名其妙成了舆论的靶子，被骂得体无完肤。没有对错，但这些真实的落差足以让人看清娱乐圈的冷与热。你会突然意识到，一部剧不是故事的终点，而是演员未来的入口。从不被看好到靠一个角色强势杀回赛道。如果说谁是这部剧最大的受益者，毫无疑问就是饰演秉烛的汪铎。秉烛这个角色太特别了，他不是苦练男二，不是卑微舔狗，更不是工具人。他的感情干净、克制、温柔，他的责任坚定、聪慧、有担当。他把事业与正义放在心里，却从未失去善意。他穿飞鱼服时的利落，打戏里的干净果断，温柔时的眼神，霸气时的狠劲，都让观众狠狠入戏。那些曾把他固定在病娇反派的标签，现在终于被这部剧彻底撕掉。最动人的是，他不是被角色捧红，而是他把角色演活了。在流量横行的时代，演员最怕的就是被忽略。但汪铎凭实力突破重围，让大家记住了他。他的逆袭是所有默默努力的人最想看到的希望。侯明昊真正的精彩来得太迟，尚未完全绽放就匆匆收场。红叶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戏剧矛盾，他是妖王，却没有妖王的场面；他是男主，却前几集像隐形人一样消失；他深情，却迟迟没机会解释自己的过去。前期太弱、太惨、太容易让观众误解，甚至有人吐槽，这男主是不是光负责被抓？但中期真相揭开，原来他们不是出狱，而是跨越100年的重逢。那一刻，所有被误解的情绪，被误会的深情，一下子爆发出来。侯明昊也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光，可惜太晚了。因为剧已经进入超点阶段，节奏快到连观众都跟不上。演员最怕的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台前幕后的力量让他的光芒被压缩了时长。他差一点就能迎来封神的角色，可偏偏差的就是那一点点。明明演技炸裂，却被压到最后10集才登场。作为上古凶兽傲狠，戴旭一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。凶厉与幽默并存，霸气和深情同时再现。他对逍遥的执着是一种历经千年的孤独。戴旭的演技撑得住这种浓度极高的角色，但命运给他的舞台却太窄太晚。整部剧只让他在后面10集中登场，节奏快到飞起，角色魅力刚被观众看到一点点，就迎来了收官。这不是他的错，但却是他必须承受的现实。你很优秀，但没有足够的时间被看见。很多演员的一生就是被这样耽误的。从被骂到被心疼，他成为扛下全剧最多恶意的人。
开播初期，舆论像失控的野兽，直接扑向了谭松韵。年龄大还演少女，声音不够甜，没有 CP 感，太作，不适合演这个。这些评论铺天盖地，毫不留情，几乎盖过了剧情本身。可越往后看，越多观众开始沉默，开始反思，开始心疼。她的灵气是真实的，她的可爱不是刻意的，她的强悍有底气，她的温柔有分寸。特别是她的哭戏与大婚段落的情绪爆发，几乎撑起了整部剧的情感核心。问题不是她演得不好，而是网络时代的偏见总是来得太快。她扛下了全剧最多的恶意，最终却以表演告诉所有人，她值得，也撑得起。为什么这部剧让人共鸣？因为它讲的不只是奇幻，而是现实。奇幻是外壳，真正让观众哭笑上头的是角色的善意、坚持、初心、牺牲，以及他们面对命运的不服输。小明、小木、黑无的日常让人看到温暖的生活感，反派的搞怪意外成为全员的欢乐源泉。人物之间的牺牲都像现实中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一样。这部剧不是完美的，但它太真实，真实到让人愿意把自己投进去，暂时离开外界的压力。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，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来喘息。娱乐圈的现实与人生的真相，有人凭一部剧翻红，有人因此消失。这部剧是镜子，照出娱乐圈的荒诞，也照出普通人的真实处境。有人努力多年，却在关键时刻被忽视；有人意外得到机会，被看见，被喜欢；也有人明明表现优秀，却成了舆论的牺牲品。但人生从来不是一条直线，每一次被忽略的努力都不是白费，每一束微弱的光都可能照亮未来的路。真正属于你的舞台，不会因为别人没看到就不存在，它只是等你够坚持、够勇敢、够努力。演员如此，我们更是如此，每一个微弱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。这部剧来得匆匆，走得更急，但它带给观众的情绪，带给演员的改变，带给创作者的坚持，都是实打实存在的。愿所有默默努力的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那束光，愿所有被误解、遭受攻击的人都能被真正懂你的人看见，愿每一个走得艰难的人最终都能走得坚定而勇敢。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时间读完这个故事。你的每一条留言，每一个想法，每一次共鸣，都值得被尊重，也都会让我继续创作下去。如果你愿意，请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留下你的评论，告诉我你最心疼谁，最喜欢谁，最遗憾谁，最感动谁。你的鼓励是我继续写下去最大的动力。我们评论区见。